大家好，今天专门用一期视频的时间给大家全面的讲解和梳理一下币安钱包的保姆级教程。这期视频我会分为4个板块，分别是创建钱包的教程以及充值转账的一个教程，包括币安钱包如何使用币安钱包去做一些交易板块的一个内容。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专门讲币安钱包这里面的一些赚钱的机会点。可能视频前面的很多一些粉丝朋友都已经创建好了币安钱包，或者币安钱包都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去细分的讲一下很多一些细节点，或者是很多一些没有触碰到的一些东西。OK， 前3个板块都是属于一些基础入门的板块，但是最后第4个板块是属于一个进阶的一个板块，我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看完。好，首先，第一个，创建币安钱包，你必须要有一个币安的一个账号。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过币安的账号，可以使用我视频标题下面的说明栏里面的一个邀请链接。在我的邀请链接打开之后，我这里已经把各个交易所的一个合集都归类在一起了。大家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来注册，都是可以享受20%的手续费的一个折扣。注册好了币安交易所平台之后，我们要在币安交易所平台最上方。在交易平台的右边有一个钱包这个按钮，我们点击进去，进入到这个钱包页面。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的话，币安钱包会自动帮你创建一个钱包账户，而且创建这个币安钱包账户，它是不需要你抄写这个助记词的，因为它是和其他市面上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钱包，比如说像欧易的 Web3 钱包是不一样的。欧易的 Web3 钱包，你当时创建的时候，你可能在创建的最后那一步，它会要你抄写12个英文单词，那12个英文单词是相当于掌管你那个钱包的最核心的一个密码，相当于你一个银行卡的那个密码。你掌握了那12个英文单词，就掌握了你的钱包。但是在币安这个钱包里面是不需要抄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币安钱包，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官方给出来的一个答案。因为币安钱包它是一个创新型的无私钥的钱包。什么叫无私钥的钱包呢？因为它背后采用了一个多方计算 MPC 的一个技术。我们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管这个 MPC 的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需要知道，就是使用了这个技术之后，你使用币安钱包是不需要再记住你的助记词，不需要拿纸和笔去抄一个12个英文单词了，但是也仍可以完全安全的自托管你自己的钱包的资产。这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币安钱包它把你的这个钱包的私钥分片了成了3等份的一个密钥，然后这个3个密钥会存储在不同的地方，包括你个人的云存储的平台以及你个人的手机设备上面，还最后存储在了一个币安的自己的服务器上面。这3片私钥必须要有大于2片以上的私钥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恢复或者控制你这个钱包。所以我个人觉得币安钱包它的安全性会更高，并且更加的方便。至于怎么方便，我们就来讲到了它的充值和转账。因为你创建钱包之后，你如果要使用币安钱包，你肯定要充点钱进来嘛。充点钱怎么充呢？我们在币安钱包的首页，它这里有一个接收，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接收按钮。点击之后呢，它这里有3个选择的选项。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如果你在币安交易所有资金的话，直接可以从币安交易平台划转进来。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划转，把你币安交易所里面的你想要转过来的币就直接可以划转过来了。如果你是使用了其他平台，那就通过这个钱包地址来接收这个代币。选择这个钱包地址接收代币之后，比如说我这里要充币安币是吧？充币安币它这里会自动帮你生成一个钱包地址。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充币的这个平台和另外提币的一个平台，你两方的这个平台的区块网络都要选择同一个。比如说你这里的币安钱包，你选择的是币安链的 BNB， 这个地址也是属于币安链的地址。你在其他的交易平台或者其他的钱包平台，你提币的时候，你也一定要选择币安链，这两方的这区块网络一定是要同一个。如果不是同一个，你很有可能你这笔资金就损失了，好吧？好，讲完这个充值转账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使用币安钱包如何做交易。讲币安钱包的交易以及后面的这个赚钱的机会这些点之前，要给大家说明一个点，就是币安钱包每交易一次都是和交易所里面一样的，都是有手续费的。要产生手续费，这里面我们该怎么去节省这个手续费，怎么去省钱呢？大家可以点击这里的邀请好友，进入邀请好友的这个页面之后，这里有一个立即参与，我们点击一下，输入我这里的邀请码 CA0ATPT1，输入之后点击确认，就可以享受永久10%的手续费的减免。大家不要小看这个10%啊，日积月累下来，尤其是所有充咪咪币的一些选手和撸毛的这些选手，频繁使用币安钱包的这些人，你减免10%，日积月累下来，会让你省一大笔钱，省很多钱的。并且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这里的邀请码，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邀请码，你也可以把你的自己的邀请码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得一定的奖励，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过程。所有使用我的邀请码的同学，我也在此表达一声感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
在币安钱包的底部栏，我们点击这里的交易模式，就进入到了币安钱包的交易页面。在币安钱包的交易页面会有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兑换，第二个选项是跨链桥，第3个选项是专业交易。它每个功能点对应的都是不同的。首先兑换的这个功能点，我给大家也备注好了，这里是属于区块网络中的币与币之间的兑换。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你选择的交易的币种是币安链上面的币，那你也只能够使用币安链上面的其他币与这个币来做交易，这就是同区块网络中的币与币之间的兑换。而跨链交易呢，是属于在不同区块网络的跨链交易。OK， 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下兑换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现在使用的是币安币，我想要换币安链上面的 USDT， 那我就在这里输入金额，比如说我输入 0.1 个币安币，可以换多少呢？可以换111个 USDT。好，我们点击兑换，这里点击确定。OK， 大概1到2秒钟时间，币安钱包就会自动帮我们兑换成功。兑换成功之后，在你的资产页面就可以看到你所兑换的 USDT 了。这个模式很简单，也很方便。我们再来看一下跨链桥。跨链桥在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在没有出来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种钱包的平台，比如说如果我只有 BNB， 突然我要有笔交易需要使用到索拉拉，那我钱包里面比如说我这里没有索拉拉的情况下，这个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我的 BNB 先转到交易所里面，再到交易所里面把 BNB 兑换成 USDT， 我再用 USDT 去购买成索拉拉，再把索拉拉又提到钱包里面来。这样子大家听着是不是都觉得好绕好麻烦？好，有了这个跨链桥之后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呢？我这里直接可以使用 BNB 来跨索拉拉链上面的原生代币索拉拉。比如说我这里直接输入 0.1 个 BNB。好，你这里大家一定要选择跨链的对象的币种，一定要选择好，这里是可以切换各条链的。然后每条链上面你也可以选择跨其他的一些代币，都是可以跨的。比如说我这里就选择索拉拉。好，我跨的币种的数量就是 0.1 个 BNB， 可以跨多少个呢？可以跨 0.57 个索拉拉。那我点击这里的兑换，再点击确认，钱包平台自动就帮我处理了，我不需要管它背后是通过了什么路径来做的交易，不需要，大概1到2秒钟时间也就跨链成功了。在你的资产这个页面就可以查看你的索拉拉的代币已经到账了，就这么方便，就这么简单。我们再来看一下交易的专业模式，我这里给大家也备注了，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交易所里面的挂单交易现货板块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业模式是怎么操作的。我随便在这里选择了切换了一个币种，点击这里呢是可以切换各种一些代币的，它这里也有盘口区域的挂单、买单和卖单，是不是和交易所现货交易是非常像？右边这个栏目就是下单区，下单区你可以选择市价单和限价单。一般使用这种专业模式，基本上都是使用限价单的，因为目前这个币的价格是 0.0087537，你现在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我要抄底这个价格，那我把价格比如说设置到 0.007， 我需要买的金额比如说设置我 0.1 个 BNB， 点击买入这个币种 OK， 它这里就底部栏就已经挂好了这一个单子，等到这个币价真正跌到了我设置价格，这个币安钱包会自动帮我买入进去。讲完这3个板块的基础功能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进到这个使用币安钱包如何赚钱，有哪些机会在他们这个平台上面赚钱。我这里归纳了2个大的细分方向，第一个细分方向就是撸毛可以赚钱，第二个细分方向就是使用币安钱包去充秘密币，也是有赚钱的机会点。好，我们先来看如何使用币安钱包来去撸毛赚钱。其实使用币安钱包撸毛的话，它的总体的范围还是在币安推出来的这个阿尔法活动。如果你不知道币安的阿尔法活动，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清楚币安阿尔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通过交易刷量来获取币安阿尔法的积分来去赚空投。你可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OK， 可能很多一些新手朋友呢都是不知道，在钱包上面刷量也是可以去获取币安阿尔法的积分的，但是我这里也给大家备注好了。刷交易量，我更推荐是直接去币安交易所来去使用反向订单来刷的，因为在钱包里面交易它是没有这种反向订单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就不能够实现一买一卖瞬间成交的这种机会。你不能实现这种瞬间的机会的话，那你在钱包里面刷量，你买了之后又要手动去卖，这样会很慢，而且如果遇到价格暴跌或暴涨的话，很有可能会损失你自己的本金的。所以我更推荐大家使用币安交易所来去用这个反向订单来刷交易量。好，排除这一点功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击进入到币安阿尔法这里面去看一下，它这里在钱包上面至少可以参与3个板块，一个是理财板块，一个是 TGE 板块，一个是 BOSS 的这个板块。我们先来看一下理财这个板块，我们点击进去，这里我也给大家备注了，就是散户尽量不需要参与。为什么？因为它的流程会相对来说很复杂，而且你需要对你的 DeFi 的这个认知和理解知识点会要更高。比如说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教程来看一下，可能很多一些新手朋友都不知道去添加流动性是怎么一回事儿，而且添加流动性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一些坑的，它会面临一些无偿损失，而且它还有一些知识点，有一些技巧，你设置的价格区间在哪里会更合适，你赚取的是收益会更高，你手续费会更低。
所以呢，我觉得只适合老韭菜来玩，对于 DeFi 这个常识非常清楚的这种人来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TGE 是什么意思 ？TGE 就是币安钱包独家的这个预售活动。很多一些项目方要上线币安阿尔法板块的这些项目呢，它会拿出一部分的额度代币，并且这部分的额度代币的价格是非常低的，至少比开盘上线币安阿尔法之后开盘的价格要低很多。所以说我这里就给大家去备注了一点，你只要能参与进去，能够认购进来，一般都是稳赚不赔的。怎么去参与，怎么去认购来？首先第一个门槛它是会有一个币安阿尔法的积分的门槛，这也是给所有币安参与阿尔法活动的一个福利。你只要符合了他们的门槛的积分的要求，就能够有机会参与 TGE 的一个打新的这个活动。参与打新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先来在钱包里面充一点 BNB， 充一点 BNB 之后，一般都是3个 BNB 为满额的额度，最高3个 BNB 的额度，使用 BNB 来进行认购，这些都是已结束了的活动。如果刚出来的话，这里会直接出来进行中的一个活动，大概是2个小时之内要完成这个活动。打新完成之后，它会把你多余的 BNB 直接退到你的钱包，你参与进去的，你的资金呢就直接扣掉了。一般参与的资金基本上都会很少，基本上都是几 U， 你如果打满顶多就是10几 U 的一个额度。但是你获取的收益呢，有些如果收益高的话，可能5倍、10倍的都是有的，但是也要看参与的人数。但一般这种 TGE 的项目都很卷，比如说上一次的这个 TGE 好像是募180多个 BNB， 但是直接好像干进来了几千个还是上万个 BNB， 反正超过了1-2千倍，基本上超募都是常态。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BOSS 的这个活动 ，BOSS 的这个活动我这里也备注了，是非常值得参与的，而且它是低成本撸毛的一种活动。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击 BOSS 的这个活动，它到底有什么值得参与的？比如说现在已经推出来这个 BOSS 的项目的活动，我们点击进去。点进去了之后，我们一定要选择这里的加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流程呢相对来说会繁琐一点，怎么会繁琐？它其实和我们之前去做的那些交互式撸毛，比如说当时如果你撸过 ZK、撸过 Stark、撸过阿比选的这些撸毛活动的话，就很会轻车熟路了。这种活动知道吧？它需要你关注这个项目方的推特的账户，转发一下推特的帖子，参与一些细节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存款啊或者交易啊，参与了之后去填写一下，参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一起瓜分这个70多万个代币，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我估计每个人如果完成之后能够瓜分的奖励大概最多就几十 U 了，但是这种小毛几乎都是零成本啊，有成本的话都是很低的一个成本，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去参与一下。然后在这个 BOSS 活动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撸毛的方式，这种撸毛的方式我个人觉得是更适合大户的游戏。我觉得小散户的话就不需要参与这种陪跑的游戏了，因为没必要，你投入的资金太少了，收益也很低，所以说没必要。如果你是比较有钱的这种大户，我个人觉得可以去参与。它这里有什么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先点击进去看一下，因为我这里就没有单独列出来讲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它的一个官方的说明情况，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首先，你参与这个质押活动的奖金是可以得到2份收益，第一份收益就是质押进去之后可以瓜分每天的这个奖金池，它每天的奖金池是固定的，有13333美金的一个奖金池，总共36天，总共要分出60万美金的一个奖金池。这个奖金池是属于币安钱包 BOSS 的活动的独家奖励。第二个奖就是本身你质押进去的代币是符合 ETH 链上面的 POS 收益的，本身就有这个收益，然后再加上链上套利的一个收益，大约目前的一个年化是 3%， 所以你可以获得这2份收益。然后怎么去质押的呢？就需要你质押最少 0.02 个 WST-ETH。 可能有很多一些新手朋友看到这个 WST-ETH 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你不需要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把它理解为是以太坊链上面的一个质押凭证，你是可以使用你手上的以太坊把它兑换成 WT-ETH 的，直接在币安钱包上面就可以兑换，点击申购按钮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兑换的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好，你质押进去之后，等到36天结束了，你需要把它给它赎回来，赎回来之后，你就需要把你的 WST-ETH 换成 T-ETH， 然后再用 T-ETH 又兑换成 ETH， 这里面的所有功能都是可以在币安钱包的兑换的这个页面来进行的。但是如果你想一次性从 WST-ETH 赎回至 ETH， 就必须要前往 Lido 这个项目方的网站里面去进行赎回。最后一个撸毛的板块就是交易竞赛这个板块。为什么我要把交易竞赛放在最后面来讲呢？因为交易竞赛既可以在币安的钱包里面来完成，也可以在币安的交易所来完成。但是我在这里从一开始给大家去建议的就是，如果你是刷币安阿尔法的这个交易量，我更推荐大家去币安交易所里面使用这个反向订单来刷嘛。所以说你既刷了这个交易量，又参加了这个交易竞赛，就可以得2份奖励。
一份奖励是你完成了币安阿尔法达到要求之后领了空投之后，这是一份奖励。第二份奖励是你完成了这个交易竞赛之后，它还会单独给你一个奖励，这就可以一石二鸟拿2份奖励。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要点击进到交易竞赛里面去看一下，这里面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都是阿尔法板块的一些代币，所以我这里也写了一个大前提，就是找属于阿尔法活动的币来刷，因为不属于阿尔法活动的，它就不计入这个每天刷的交易量，所以就拿不到这种阿尔法的积分。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第二个大前提就是每个交易竞赛这里面都会有一些代币，你把这些代币啦都找出来，每个代币去查一下它每天的一个交易量。如果交易量比较小的这个币直接放弃不要刷，因为交易量小的这种代币它会有时间你刷的时候它会卡壳，你买进去它可能不能及时的卖出来，只要卡壳之后你有可能你的本金会受亏损的。我们反而要找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这种交易量的这种代币，比如说每日的成交额要大于10亿美金以上，这就属于比较大的这种成交额的代币，比如说像这个 BTG 像 B2 这种交易代币，以及像梅林这种交易代币。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他们这个活动一般是持续15天，像梅林这个代币它11月1号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现在再去刷的话就没必要了，你肯定卷不过人家。我们就要选择那种刚开始的，像刚开始的这个交易代币的这个活动呢，你像这个 BSC 阿尔法交易竞赛这个板块的 BTG 就是比较符合的，它只是在27号才开始，也才进行了3-4天，好像就它最前面了，我们就选择这个 BTG 来刷。刷这个 BTG 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现在一个入榜的最低的一个交易额是多少？是446162美金的一个交易额。这个交易额是一个什么标准？我们来算一下，因为它是活动持续15天，我们除以15天，至少每天要刷多少交易量才能够达到它的最低入榜的一个门槛？我这里就直接拿结果给大家说话了，除以15天，每天刷29700多个交易量就能够达到门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刷币安阿尔法的一个等级，就是你每天刷15分以上就已经达到了3万多的一个门槛，也同时就达到了这个交易竞赛 BTG 的这个门槛了。所以说你同时刷币安阿尔法，又同时参与了 BTG 的这个交易竞赛，就可以拿2份奖励，一箭双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币安钱包上面去充秘密币，并且使用币安钱包在秘密币板块来赚钱。但是充秘密币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去使用手机端的币安钱包。为什么呢？因为手机端的币安钱包它还是操作慢了一点，更建议大家去使用网站。在网站这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币安官方的网页端的这个币安钱包。这个币安钱包呢，我们先点击这里的秘密 Rush， 点击进去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公平模式。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公平模式。公平模式呢，就是属于只允许币安钱包参与的。因为 Mimi Rush 呢是币安钱包推出来的一个扫链平台，在它这个扫链平台有2种模式，一种是公平模式，一种非公平模式。公平模式只允许币安钱包来参与，其他的钱包都参与不进来，而且参与进来之后呢，也只适合 FOV 这个类盘发射出来的 BSC 链的这个代币，其他链的代币都不能上。所以它这种模式更加公平。为什么会更加公平？这就是牵扯到我创建钱包上面来讲的一个基础知识了。就是你币安钱包的话，这只能够每个人只能够创建1个钱包，是吧？创建1个钱包的话，那庄家要在这个公平模式下推出来这个币安链上面的代币来做庄的话，它的成本、它的门槛会更高，所以操作这个币价的可能性呢会更低，比其他的这种内盘出来的。而这种非公平模式的，就是市面上有索拉拉的这种内盘的平台，比如说像胖布平台或其他的各种平台，都是可以在币安钱包推出来这个 Mimi Rush 的这个扫链平台都是可以参与的。但是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用的，使用这个 Mimi Rush 来去扫链的话，都基本上玩这种公平模式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玩啊。它其实和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些扫链平台都是差不多的一个版面，分为了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新币，也就是刚推出来的这个币种；第二个板块就是即将发行的这种，也就是即将发射的这种代币，准备从内盘要发射到外盘里面。而这个已迁移的这个板块就已经发射成功了的。但是呢，在币安这个 Mimi Rush 的这个发射平台里面，尤其是公平模式的前提下，它和其他这个内盘的代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它的底层发射机制是不一样。像索拉拉的这个内盘机制，只要你的这个币的市值达到了好像是69000美金的一个市值门槛，就自动发射出来了，发射到外盘出去了，就已经成功毕业了。但是在币安的这个公平模式的情况的这个代币呢，你的市值要大于100万美金，并且你的资金流动值要达到2万美金的一个流动值，才能够2者条件都要同时达到，才能够发射成功。所以它对于币安BSC 链上面的这个公平发射的这个模式上面的创业项目，它的要求度会更高，并且达到这2个条件之后的这个代币呢，都是经过市场筛选出来的，通过共识、通过资金来筛选出来的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优质的这种项目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玩这些项目。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我们一般都是玩内盘模式，就内盘模式就是一些早期的币种。早期的币种我会用2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 Dbot 这个工具 ，Dbot 这个工具有一个 AI 监控的这个板块，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提醒一些早期异动的一个代币，比如说同时有好多一些聪明钱，有5个聪明钱包同时在买这个代币，好，它会出现异动的这个币种，然后它就会提醒你。这个提醒在哪里呢？我们打开 Dbot 的这个官方网站，点击这里的 AI 信号，它每出来这种异动的这个币种呢，它都会提醒，并且它直接有 APP， 你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在手机上面也会提醒，在电脑网页端的话，就会有那种金币咚咚咚的一声的声音的响声，会提醒你出来。第二个平台就是6551这个平台，6551这个平台它是专门用来做推特监控的，其实它也可以扫链，但是市面上这种玩秘密币的这种交易选手，基本上用它来做监控，做推特监控。做监控是我们拿它来监控什么呢？监控所有和币安相关的账号。为什么要监控所有和币安相关的这种推特账号呢？因为在币安的这个币安链上面出来的代币，基本上都是和合一啊、和 CZ 呀、和币安的这个官方的推特呀、钱包的推特呀等等之类互动的一些消息，或者产生的一些梗、产生的一些新的 IP， 都是从他们推特上面去讨论出来的。只要有这种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市面上就有庄家来根据这个 IP， 根据这个一个名称来发币。你只要第一时间监控到了这个讨论或这个留言或这个互动啊，并且这个 Dbot AI 监控这个板块，同时又提醒了这个代币了，两方都监控出来了，那这个机会是绝对可以冲的。这就是属于我自己在币安的这个公平的扫链模式下怎么去玩内盘的一个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外盘模式。外盘模式就是已迁移出来了的，就已经从币安的这个内盘的这个机制已经毕业出来了的。我们点击这里的迁移榜，迁移榜这下面就是所有符合币安的 Mimi Rush 的内盘公平模式下毕业的这些代币。但这些代币呢，还没有上线币安的阿尔法。所有从这些公平模式毕业的这些代币，都是有机会上线币安阿尔法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在早期买到这些代币的话，也是可以在这种迁移榜单这里去一个个的筛选，看它有没有这种2段的交易机会。但是我要提醒所有的粉丝朋友，玩这些代币的2段交易机会其实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BSC 上面的这些秘密币，它一天下来基本上能够毕业的这些代币很少很少，因为行情很冷淡。既然能毕业的代币就很冷淡了，那你像这种2段的这种机会就更少了，更难了。我个人不建议去在这种目前的这种行情情况下来去玩这种，我反而更建议在市面上大家都在冲币安 BSC 上面的这种秘密币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抓到早期的机会，就反而可以在这种迁移榜单里面去寻找这种2段的交易机会，看能不能抄底来吃一波。这种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反而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就不要做这种操作了，因为大环境都不好，你反而你努力的话，你可能亏得更多，知道吧？最后总结一点，就是玩秘密币的一个核心，我个人会分为3个核心板块。第一个核心呢，就是一定是以小博大，一定是小资金去博大资金，哪怕你亏完了都不心疼的那种，拿出你本金的很小的一部分资金来去参与。第二点就是翻倍一定要出本，要保持这个原则，不管你是在什么阶段参与进去的，只要翻倍了，你先把你的本金跑出来。好，当你买的这个秘密币真的翻了很多倍了，你要分批出货，分批止盈，不要一直拿一直死拿。钻石手能够拿到大机会的这种方式或者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少很少的，属于天选之子。而且你的认知和心态一定要超于99%的常人才能够拿得住。所以我建议大家这种普通散户，如果你真的冲中了某个金狗了，一定要分批出货，先利润落袋为安再说，卖飞永赚，不要管后面啊能赚多少钱哦，我又卖飞了多少。不要设想，不要做这种假设，你只要一做这种假设，你下一步就肯定就是亏钱的。好 ，OK， 那今天呢就关于币安钱包的这一套系列的教程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如果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